然后你们手上有没有普贤四大愿呢？有吗？没有哦。我介绍你们一张卡片，这边有老和尚的书法啊，这本好像也有，那本好像也有放，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这个书法放上去，没有。好，没有。这个是有老和尚的书法啊，然后你们要想拿到这一张吗？要哦。周边产品介绍一下，这个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啊，因为你们全心在念经了。我们下面呢有周边产品很多，我现在要做一点广告，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呢是希望你们受用啊，另外一方面呢，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就可以多收到一些东西，然后呢也可以护持我们这个法会。这个呢是一盒啊10包装的闽北水仙茶来的老茶，有2个杯啊，你们要去那个摊位看一看，是一个佛友，他知道我们办这个华严法会非常的发心，因为他是做茶的啊，他帮一些单位做过茶，所以他就想说他也要来奉献一下。那他奉献的方法呢，就是捐这个茶出来义卖。他就花了一些时间，他手上刚好拿到一批这个老水仙，闽北就是武夷山啊，武夷山，闽南就是我们如果是讲茶就讲这个铁观音啊，就是那个安溪的铁观音。所以呢，他就做了这一盒的茶，然后要义卖啊。那我们想义卖，开始我一看到做的这么好，这么精致，我想说就义卖1000吧。你们不要吓了一跳哦。后来大家说手下留情，好，那现在我们只有1/3不到的价钱，300啊。然后杯子呢有零卖的啊，那杯子呢有一个图案啊，那个是我的印章。那么这个字是我写的，然后这些字也是我写的，但是里面他送一张卡片，这个是老和尚的书法啊，诸摩老和尚的书法，你们可以去请啊，请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以后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就念一念它，就可以念了，就有的念。卡片放在袋子里面很方便哦。所以你们今晚等下下课就可以去看了啊。他捐的也不是很多啊，我也不知道多少，反正他发心。本来他说他的能力有限，他就捐大概20盒、30盒，可是他的姐姐吧就认为说太少了啊，就发动一下，那就有些佛友马上支援啊，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些出来流通啊，就是要来义卖啊。那么刚刚已经拿来了，放在我们的这个摊位了。哎呀，我们不是在讲开示，我们在做广告告诉大家有周边产品。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呢？多了书啊，你们看到一系列的还有呢，你们如果这次来啊，因为有些同学要住21天，发现到这个衣服跟裤子都不够，那边都有啊。然后顺便介绍一下，新年的都已经来了。你们有看到大红袍跟黄金袍吗？那是新年用的你们要过年都可以买回去啦啊。然后还有
一些茶袋，茶袋是我自己本身喝茶收藏的。那这个茶袋呢，就请一个佛友很发心，以前是母女，现在呢妈妈往生了，他们就自己车。那我是每一个袋我手写的画或者是写字上去，然后包装，然后把茶放在里面。那个茶你们拿回去不要泡，已经泡过了的，知道吗？你们不要泡。放在哪里呢？这个是一个摆设。那如果你买多几个，可以丢在你的车里面，因为已经用过晒干的茶呢，它会怎么样？它会把一些异味吸掉。这个也让你们有一个尝试。如果你们家里有泡茶，不要丢掉那个茶叶收集了，有时候你们发现冰箱放的东西太杂，味道很重，放一包进去，或者是用这个毛巾包一包放进去，过一阵子那个味道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因为茶叶它会吸掉这个异味所以茶叶的功能也很多的，你们也可以拿去做这个肥料浇花，放在你们种的这个花，它就是一个肥料来的还有什么产品呢？还有我忘记了你们去看好了，我们很放松了你们不像在听开示好，把这些闲话讲完了，那我们来回到我们的这个开示。记得我们没有讲华严经我们只讲普贤十大愿。那普贤十大愿怎么跟你们讲，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一直看着那本老和尚写的书，我就讲不下去了为什么呢？老和尚都讲得那么仔细了你们看书就好嘛但是呢还是要讲那么首先呢，我们来把这个佛法的修学做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理解，因为这个部分呢很重要。大部分的你们来念诵这个经典呢，类似这样的一种用功的方式我们说是法会，然后你们会发现到法会是有，所以呢满满的人在法会，然后呢禅修是空，禅堂就空，就真的是空那么这两个我们都说是修行，有什么分别呢？这些都很重要我们来参与这个法会，而且我们发现到，当我们的宣传说华严法会我们要念华严经，哇，有兴趣的人就很多了。我们对外宣布我们要禅修，这个反应就好像没有那么热烈。21天，听说有蛮多同学呢是都准备完成这个课程。我们禅修呢只有7天你们就没有来报名我们禅修14天，你们也没有来报名，因为我一看都不是我认识的，我认识的都是禅修的同学所以呢你们看起来都不认识，表示你们没有在禅堂出现过哎呀，你们心里不要虚不要有怎么办呢？因为佛法的修行呢，它有分门有分门。那么最基本的有3个门我们这个
诵经，还有法会啊，这个门呢叫做信愿门。那么这个信愿门里面呢，这个信愿很重要。那么这个信和愿呢，一般上呢都是跟我们的比较感性的部分，还有呢跟我们在实践的过程里面呢，要用一种愿来完成的有关系就是跟我们的意志比较感性，然后跟我们的意志行动的有关系。因为我发现到说，其实喜欢念诵经文的，喜欢参加法会的同学，你们的信心都比较强，而且呢都比较有一种宗教的一种情操。现在佛教会好多佛教会他们怎么维持呢？就是那些老人家在维持都是像你们，不好意思我本身也已经进入老人家的这个行列了，但是你们有一些同学可能比我老，可能跟我差不多所以成老人家。很多佛教会呢就靠这一班我们叫老菩萨比较好听，叫老菩萨他们自称作这群老菩萨呢，他们经常在佛教会用功，都是念诵的，都是在参与这个念诵的，念大悲咒、心经、念普门品、念阿弥陀经，还有一些念金刚经然后拜忏这些老菩萨呢真的是有一种说你要赶他也不走的。然后这些佛教会呢，没有看到年轻的忙着去赚钱了。以前我们还有儿童班，小学生、中学生，现在小学生、中学生来的也不多。当然有一些团体办得很好，所以个别团体有不同的，但是很多团体呢都是靠老菩萨，那么就是参与法会，然后用这个法会呢来支撑做这个团体。当然这个我们也很担心，因为这个团体继续发展下去，老菩萨呢他们的信心不退，然后不退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他们就带这个信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来不及趁愿再来，这个佛教会就没有人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来参与念诵的都是那种信心比较强的，所以这个信愿法门它是很普及的。然后对大部分学习的人来讲，他们就是知道有佛有菩萨有这个经文，然后呢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念诵的法会，然后大家呢来参与，然后在念诵的过程中很多是法喜充满念完了哇就很欢喜有时候呢有什么心里挂碍的事情，那么就在佛前诵一诵经典，然后在佛前呢向佛祈求，然后把心事跟菩萨讲一讲，事情就过去了，对不对然后发现到说，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力量呢，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殊胜。我们只要用心的去用功，跟他就能够感应，或者感应道交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好像我们在跟佛菩萨对话了所以你们念经的时候要记得我们是跟佛菩萨对话，或者是我们念诵的时候呢，是念给自己听，
你不要以为你念给佛听，知道吗？那你在念的时候说，佛啊，我现在念经，你听啊。那经是佛讲的啊，我们怎么念给他听呢？不是的啊。那经文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内容，很深的内容，我们不一定完全读得懂、听得懂，但是在念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感觉我们跟佛菩萨呢在感应，然后在交流啊，好像在对话。你们念《金刚经》的时候，须菩提问，佛回答，哎呦，这个像是对话一样。须菩提问的问题很多都是我们的问题哦，听了佛菩萨回答我们的时候，好欢喜。那么我们的这个华严经更是如此。你们看到有时候是有菩萨出来问话，然后佛回答，或者佛放光了，菩萨就回答。很多经文也是这样啊。有些佛呢是发现到因缘具足了，他就为大众说法。让你们念《阿弥陀经》的时候呢，舍利弗也没有问，佛就为他说：舍利弗啊，舍利弗啊，舍利弗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们要去你们念普门品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菩萨问佛啊，这个菩萨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佛就跟他说了一品那个普门品，对不对那么这个内容更不简单佛或者是菩萨呢，就把我们修行菩萨道不同的这个阶位然后一层一层的告诉我们，然后一层一层的告诉我们如何去实践，还要告诉我们这些菩萨呢都已经行持了不同程度的菩萨，他们都行持了不同的这个阶层的这个修行这个法门有些正在用功，有些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这个信心呢满满的，然后呢这个心里呢非常的欢喜有这么殊胜的这些法义，这么殊胜的内容然后让我们，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心灵还是比较空虚一点，对不对因为我们烦恼多嘛家里烦恼多，人事的烦恼多社会的烦恼也多，那你的心胸放大一点，国家的大事也多什么都要管不止国家大事这个世界的大事，我们也有时候呢也忍不住呢要去为他烦恼一下某个地方打仗，我们就在想这些难民怎么办，打起来呢就一定有死伤，而且用现代的这个武器有时候很残忍我们就关心起了一种悲悯的心太多这些事情了。我们在念诵经文的时候，发现佛菩萨传达的讯息呢，全部都是要我们和平全部都告诉我们要行善，全部都告诉我们如何好好的用功，然后来通过这个修行，那么印证到佛法里面种种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些境界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丝一毫的那种火药味一丝一毫的这个烦恼尤其我们读华严经的时候，你看到那些佛菩萨在用功的时候那种境界，真的是太美了。烦恼的时候赶快念然后跟菩萨呢交流一下，发现到说原来我们所关心的那些烦恼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们法界里面的很小的事情，而且呢不断的在变化，
而且呢是符合这个因缘的这个运作。那我们了解了以后呢，我们有信心，多念诵，把我们心里的这些烦恼慢慢的清理。哇，真的是太好了，所以经文就是用来净化我们心灵的。但是呢，开始我们学习的时候呢，我们是凭着一种信心来，然后依这个信心发愿要修行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学习的方式呢，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的需求。所以这样的法门呢是很普及的，很多人都可以来的。那么除了这个法门这个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门呢，叫做慈悲门你们信愿门的同学也跟慈悲门也可以相应你们来这边活动的时候呢，你们知道我们来参与这个佛教的活动，一方面呢来修养自己让自己呢在念诵经文的过程中，自己的心灵更加的净化。可是呢，我们刚才谈到说，我们发现我们个人以外的其他的众生、其他的人，还有我们家庭以外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包括了一些世界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很多是负面的。我们学佛呢是尽量，尤其是经文的教导，都是回到这个正面用正见来引导我们的这个正念，尽量保持正念、善念可是呢，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的社会呢是很多负面的。这个负面的现象，有时候我们发现它也是很多的因缘因为具足了，然后显现出来的这个果报，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果报。但是呢，我们有一丝一毫的能力去帮助这个负面的现象，让它可以做一些调整，或者是我们可以帮助到我们所能够帮助到的。然后如果你的能量比较大，所以我们有时候听过一句话，能力大的人就负更大的责任。我们的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大，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同学的能力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你能力比较强，你可以做的事情范围更广然后你在可以做更广的这个范围的时候，你看看你的力量能不能够加进去了以后呢，把一些负面的现象把它转过来这个转的这个过程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修行里面呢，我们也有一个转化的过程那么这个转化的过程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那边这个十大愿里面就讲到回向，最后一个普界回向。回向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回小向大你自己本身修行是个人的，然后呢你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大众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帮助到更多的人如果你自己本身呢照顾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心，这个是小的。你回小向大，你照顾到一个家庭，照顾到社会一些需要的人士那么这个呢就是慈悲门。我们发现到说这一类的人很多，然后他们不只是在我们佛教界里面，也有很多社会慈善的人士也在从事
各方面的这个慈善的工作，那么就是以自己的能力呢，想办法去帮助别人。那么慈悲门的修行呢，就是尽量的发挥慈悲的心。慈悲呢，简单的说法就是给予快乐，这个叫慈；拔除这个苦恼，就是叫做悲。我们看到别人有苦恼的时候呢，我们想帮他，然后帮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快乐比如说我们做布施。那么再回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有苦恼，要不要拔？要拔除我们的苦恼，然后也要给自己快乐嘛。所以我们对自己也要慈悲哦。所以慈悲门就自利利他。